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识。当你问自己是否能够展现魔法时，其实就是在问自己是否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，而是否愿意将这种魔法传授给他人，则取决于你是否愿意分享秘诀，帮助他人改变他们的生活。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詹姆斯·迪特的著作《斯坦福脑外科医生的打开人生大门的最强魔法》。这本书适合那些渴望实现理想未来，同时对正念感兴趣的人。本书在全球20多个国家出版，讲述一个少年从贫困破裂的家庭中走出来，重拾美好生活的真实故事。读完后，你可能会质疑这是否真的是一个真实故事，就像电影情节一样引人入胜，扣人心弦。如果你能够克服生活中的困难和恐惧，采取行动，就像书中的主人公一样，你也能够走出困苦泥潭，拥有更美好的人生。在接下来的视频中，我将详细解释2个主题：打开人生之门的魔法和将生活转向更美好的方向。请继续观看，让我们一同探索这2个主题，享受其中的智慧。首先，让我们聊一聊打开人生之门的魔法。这一章节将会深入探讨2个关键观点：驯服心灵的第一步和停止头脑中的声音。脑变化会引起我们的性格和行为发生变化，这已经被科学证明是事实。但更让人惊讶的是，当我们的心态改变时，一切都会随之改变。不仅仅是我们对待外部世界的立场发生变化，对自己的看法和反应也会有所不同。在人的一生中，有许多我们无法掌控的事情，尤其是在童年时期。如果能够随心所欲地掌控我们的心灵，这将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。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在贫困家庭中出生的男孩吉姆的故事。他在一个夏日偶然走进了一家衰败的魔术用品店，那里他邂逅了一位名叫卢斯的女性。从那一刻起，吉姆的生命发生了改变，因为卢斯掌握一种能够改变生命的魔法。在视频中，我们主要解释了这种魔法。实际上，它是一种传统的培养正念的方法。正念是一种状态，是专注于当下的状态，密切关注当前的状况。对于这种魔法的解释一共有4种：1. 放松整个身体； 2. 停止大脑中的声音； 3. 打开心灵； 4. 描绘想要成为的自己。我们将详细解释每一种魔法。首先是魔法1：放松整个身体。要记住的第一项技巧是让身体的肌肉完全放松。你们经常有没有意识地尝试放松身体肌肉呢？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，很多人可能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。听到放松肌肉，可能觉得这很简单，但当你真正尝试时，你会发现这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容易。要实现身体的放松，需要不断练习。据作者所说，他花了10天时间才完全放松整个全身。一旦你掌握了这种方法，你就能够迅速进入完全放松的状态。身体会反映你内在的状态。当你被问及当前的感受时，即使在心里不清楚或不愿意表达时，但身体却能够感知当前的情绪。比如，在害怕、开心、兴奋、紧张、愤怒、羡慕、悲伤等情绪产生时，通过询问身体就能得知答案。当我们在无意识中经历某种情感时，身体会产生相应的思考和反应。通过观察对方的状态，即使没有通过言语听到对方说话，也能通过观察对方的身体语言了解对方的感受。了解此刻的心情是一种独特的感觉，因为它直接显现在身体的反应上。那么，身体对环境做出正确反应的同时，也可能出现误差，因此需要小心。现在，让我们回到放松肌肉的方法。首先，找到一个没有任何干扰的地方，将注意力集中在身体上。在开始之前，我们要避免在感到压力、分心或疲劳时进行练习，也不要在饮酒后进行。坐下后的几分钟，试着让自己放松。具体的练习方法如下：首先，闭上眼睛，通过鼻子深呼吸，然后从口中缓慢呼气，再进行3次深呼吸。适应这种呼吸法后，将注意力集中在脚尖上，放松脚部的肌肉。接着，将意识转移到脚部，放松腿部的肌肉。想象每次呼吸都让脚部逐渐融化。一开始只集中在脚趾和脚上，等熟练后逐渐向上移动。放松小腿和大腿，然后放松腹部和胸部的肌肉，顺着脊柱的肌肉放松，
再将注意力放在肩膀和颈部，最后放松面部和头皮的肌肉。总之，要让整个身体的肌肉都得到放松，感受心灵逐渐归于平静。在练习中，我们可能感到困倦，甚至可能睡着，但通过多次练习，你能够在维持放松的状态下，同时保持清醒，从容不迫，配合舒缓的呼吸，慢慢放松全身。现在，将注意力聚焦在心脏，同时进行缓慢的呼吸，让心脏肌肉得到放松。当身体渐渐松弛，呼吸变得慢而深时，你会察觉到心跳也在逐渐减缓。在缓慢呼吸的同时，只是单纯的感受此时此刻的存在，体验到温暖轻盈的感觉，感知到宁静悠扬的氛围。重要的是记住这种轻松与平和的感觉，缓慢地睁开双眼，同时保持这种状态几分钟，不去思考任何事情。这是与急性应激反应相关的一部分，也是身体应对压力的一种方式，关乎到战斗或逃跑的反应。逃跑反应是指当大脑感知到威胁或生存威胁时，自主神经的交感神经开始活跃，释放肾上腺素。此外，下丘脑的激素刺激肾脏，释放皮质醇。如果皮质醇释放过多，会导致身体的大多数功能减缓，消化变慢，血管除了大肌肉中的血管外，其他血管收缩，张力减小，心跳加快，唾液分泌减少，口干舌燥。实际上，急性应激反应持续时间过长，就会出现愤怒、沮丧、焦虑、胸痛、头痛、失眠、免疫不全等各种心理和生理问题。为了抑制这些反应，让整个身体能够放松，可以尝试上面介绍的方法。接下来是第二点，停止头脑中的声音。每个人的头脑中一直都一些声音，在不停地交谈。这个声音的来源是自己的大脑。头脑中的声音判断我们生活中的每一瞬间，评价是好是坏。我们的心灵也会对这个声音做出反应，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。但问题是，如果这种反应对我们不利，并且头脑中的声音都是负面消极的，那么情况就会变得复杂。对于我们来说，降低这个声音的音量，关闭这个开关是明智的选择。那么，我们该怎么做呢？这里我要介绍的是第二个魔法，即停止头脑中的声音。在这里，将解释如何控制大脑。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，你就能够不被负面的想法和情绪所左右。即使希望能够将过去抹去，但这也是毫无实际意义的。对于自己无法改变的未来，一味的设想同样毫无意义。你应该意识到，此刻你的大脑正在思考着什么。我们将详细探讨每个步骤。通过之前的方法让身体逐渐放松后，下一个关键步骤是掌控我们的心灵。首先，再次将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。尽管各种各样的思绪可能会打扰你，这种情况发生时，想象一下空气从鼻子进出的感觉，将意识重新聚焦在呼吸上。凝视蜡烛或其他对象都是不错的方法。哼唱或聆听类似歌曲，或者重复朗读，可以是对你有意义的词语，也可以是带有神秘含义的短语，有助于集中注意力。总之，关键在于声音而不是文字。在脑海中选择一些词语，像自言自语一样反复念诵。通过这种驯服心灵的方式，感受到心灵的宁静所带来的深远效果，可能需要几周甚至更长时间。如果能够坚持，你将发现对负面思维或分散注意力的事物关注减少了，感受到由放松带来的愉悦和宁静，身心灵都得到全方面的改善。建议每天坚持练习20至30分钟。现在，让我们总结一下，在这一章节中，我们探讨了打开人生大门的主题，即2个关键点：驯服心灵的第一步和停止头脑中的声音。接下来，我们要谈的是如何将生活改变为更好的方向。我们将详细探讨与他人建立良好的联系，以及清晰地描绘所期望方向的2个关键点。首先是与他人建立联系并改变一切。生活中每个人都会经历痛苦，而通过这些痛苦，我们得以成长。通过这些经历，我们变得更加坚强。这本身并不是坏事。然而，心灵的创伤如果不受到关注，是难以愈合的。所以，敞开心扉，你可以更好地感受自己。因为我们在脑海中进行的对话通常过于苛刻和负面，导致产生自我攻击的反应。有时候我们可能并无察觉，
但决定如何对待自己是我们的责任。我们必须选择接受什么，拒绝什么，并为自己挺身而出。通过敞开心扉，你还能够治愈自己的心灵伤口，从而不再伤害他人。那么，让我们来谈谈敞开心扉的魔法吧。即将介绍的技巧是打开心扉。首先，像之前一样完全放松身体。放松后，将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，使头脑完全清空。接下来，请想象一下在你生活中给予你无条件爱的人。如果想不起来，就设想一下你向他人给予无条件爱的场景。完成后，将注意力转向你的朋友之一，向他传递无条件的爱，祝愿他幸福，希望他的生活充满爱。在内心深深拥抱他，沉浸在那温暖的感觉中。想象一些不好的人或讨厌的人，理解这些人的行为是痛苦的表现，并试着用自己替换他们的方式来感受他们的感受。想象一下给予自己无条件爱的人，思考这种爱和需求对他们有什么影响。完成后，将同样的无条件爱送给那些坏人或讨厌的人，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充满着缺陷、矛盾和不完美。带着理解和爱，接纳那些人，这样你就不需要被他们的反应所影响。首先，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，闭上眼睛。现在，想象一下你当下的目标或想要实现的事情，别太担心具体细节，只要确保目标不会伤害任何人或是恶意的。当身体完全放松后，将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，清空头脑，思考你的目标或愿望，并想象自己已经达到了这个目标。感受一下在实现目标时的喜悦和快乐，沉浸在这种正面情绪中。一旦你能够看到实现目标的自己并感受到愉悦，开始添加更多具体的图像，想象自己的模样，身在何处，周围的人的反应，尽量加入更多具体形象的细节。每天进行1到2次，每次10至30分钟，反复进行这个练习。每次从想象自己实现目标的形象开始，沉浸在其中，并逐渐添加更多具体的细节。刚开始可能会有些模糊，但随着练习的进行，这些情境在脑海中会变得越发清晰。所以不要担心，掌握这项魔法需要时间，所以坚持练习，不要在1、2天内就放弃，将这个过程变成你未来生活的一部分。这被认为是实现未来理想所必须的条件。相信自己，培养自信和说服自己的能力，你可以使生活变得更好。共情的力量不仅能治愈你自己的心灵创伤，还能治愈身边人的心灵，这比任何其他魔法都更强大。这是一本值得推荐的书籍，希望这些知识对你的生活有所帮助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